您在比赛中使用那个侧身的频率高吗？侧身频率高，因为那时候我们正手多呀，而且那时候小球也比较大快，所以我们用正手的威胁要强多了，比反手，因为好用力，而且可以连续。那打侧身的时候会想着注意还原去保护吗？有些时候会，当然还是最主要是根据对手，你的对手水平比较高，甚至比你还要高，那你肯定要加强还原了。但是因为第一局打完了以后，大概对对手也有个认识，有些时候自认为对方接不到了，所以就有些时候可以能放松点警惕，就可以不用想还原了。但是也没准这个比赛很重要，所以自己呢就想还原多一点。还有一种就是水平比我们高的就不用还原了，还原也接不到了。当对方偷一个正手长球的时候，应该怎么样去应对？因为这个随着年龄你来不及了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但是呢，打乒乓球有意思的也有意思在这儿，就可以加一点心理战术。比如说，如果是自己很怕的时候，我可以先在长球这儿做几个动作，给对方施加一点压力，然后我再来往近台站一点。那我自己在发这种球的时候，要做一些哪些准备吗？在比赛的时候，如果你想偷对方的时候，也是有一点心理的小感觉，就是最好不让对方察觉到自己要发长球。现在比赛中马龙发这个球发的就特别好，经常有人感觉的是要发短球的同时他发的是长球，就证明他之前的隐蔽性做得特别好。可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下旋球吗？就是下旋球一般会有什么样的性质？它在飞行的时候会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轨迹？飞行轨迹的话，一般情况下旋转应该越转的话，它接触球以后有往回的，但是一般情况下是颠一下往前的冲的力量没有那么大了，而是原地，这已经很难了。如果再转它才能往回跑摩擦球，这个下旋球就是这么一个概念。判断它的时候一定要相对慢一点，因为它旋转比较足，是这种感觉。现在说这个下旋球比较占主导，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吗？最近我觉得好像不应该了，因为球变大了以后，旋转相对来讲慢了，而且要求运动员已经开始加强力量和板数的训练了，因为球一大，稍微大这一点也相对来讲速度就慢好多，所以基本上上旋球我觉得要多一点，比下旋球要多。如果我是直拍握法的话，而且是单面打法，跟对方相持反手的时候非常的被动，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样去变通一下？变通的方法呢有两种，一种呢就是用自己的正手去扰乱对方，比如说自己加强侧身，不让对方给我老制造麻烦，给我反手位。还有一种方法呢，就是我可以加一点旋转，比如说侧切、侧挤，让我过去了来球，对方也不容易接，所以他也觉着我打过来的球不舒服，相对来讲他给我反手位的也要少一点，这样也可以，也是一种方法。那当对方就是掉那种特别转的高调弧圈到我反手位的时候，这种球该怎么处理？这个呢，一般情况下就是直板又不会反打的死穴。练这个球的时候呢，小窍门呢就是重心稍微高一点，有一点从上往下的感觉，这样呢把球卸住，把对方的旋转卸下来，还给对方造成很多麻烦，也让对方不容易再高调你。就一定要记住从上往下重心把球挤下去，挤的同时加一点侧切，
侧切的时候也是搞一点旋转，让你的对手也不是那么好拉。这个问题确实很多直板不容易解决，非要解决的话也可以加侧身，或者是加一个反打，这样能解决大部分的这个高调弧旋球的。嗯。